待在等待，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结婚的日子定了吗？初步定是下个月20号。通知父母了吗？没有。别怪我多嘴啊，我觉得这种事还是得告诉爸妈。我们都2年没联系了。为了不让我跟澎湃在一起，我爸把话都说绝了，还说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那你妈呢？也不联系啊？他跟我爸一头了。你说我都快30岁了，我连选择跟谁在一起的权利都没有吗？这种事儿一般父母的初衷都是好的，可能就是方法有点不对。哦，方法不对我就必须得接受啊！我一没当小三破坏别人家庭，2没靠他们供养我生活，我做错什么了？都说方法不对可以改，那也是谁错谁改。至于吗？跟踩了你尾巴似的。你也别劝我了，等我把婚礼忙活完，我肯定会找个机会告诉他们的。那你这边还有谁啊？我妹啊，她都准备办签证了。这个家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她。OK。Gräns. Då applicerar vi bedövningsmedlet här. Så intubera omedelbart. Ur vägen. Förbereder första elchock. 3, 2, 1. Förbereder andra elchock. 3, 2, 1. Ingen respons. Förbereder andra elchocken. 3, 2, 1. Tjenare Pola. Välkommen tillbaka. God med honom. Ja, anfallet. Det orsakades av en blödning som hade uppstått en interkraniell tumör. Men
nu har vi då lyckats att operera bort tumören. Men hans hjärta, det stannade vid ett tillfälle. Det var faktiskt jättenära att vi förlorade honom. Du ska inte vara ledsen nu. Han kommer ju tillbaka, inte sant? Va? Det är bra nu. Det är bra.哎，姐，你醒了吗？根本就没睡。你做好准备啊！我要告诉你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签证签下来了！哎，你知道我要签这签证有多难吗？你说我单身女性，没有固定资产，没有固定单位，人家肯定怕我下了飞机撕了护照就在那儿不回来了。哎呀，你今儿是没看见签证官那样，他恨不得拿眼皮给我夹死。老许，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这事儿你别跟任何人说，好吗？你就放心吧，我谁都不会说。医生不是也说没生命危险吗？所以你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哈。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一切等他恢复了再说。好，那我就先挂了，你睡会儿吧，拜拜。God morgon. God morgon. God morgon. 那天你不是去给我拿药去了吗？我这头疼的吧，就把眼睛给闭上，然后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好像变得特别小，然后就被扔到一个深不见底的洞里边，就那么往下坠，像是个梦魇一样。我想睁开眼睛睁不开，醒不过来，就那么往下坠。后来呢？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睁眼睛就在这儿了。你差点就回不来了，手术做了5个小时。这不是回来了吗？ Tjenare polaren! Doktor? Hörru du, jag tycker vi tar och skriver ut dig nu. Ja, får åka hem och vila. Är det okej? Ja, just nu så ser det normalt ut. Så åk hem, ta din tid och vila upp dig. Ja, kurera dig. Tusen tack, doktor. Du tackar din fru. Det var hon som satt och bad för dig hela tiden. Tack. 我把请柬的设计发你邮箱了。慧远，你上回给我买那个蓝色的那个围巾在哪儿呢？哎呀，
怎么了这是？不赖的，什么病啊？出什么事儿了？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了？你觉得我是莫名其妙吗？有话跟我说。全是脏话。小月啊，咱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说好了，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说出来，不要让对方去猜，这样的话，两个人也能更信任对方。信任？你配提这两个字？我为什么不配？你先看看何律师给你发的邮件吧。怎么不说话了？脑子里正在组织语言怎么骗我的吧？你能听我解释吗？解释什么？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是因为爱我才骗我的？这不是骗。什么？这不是骗。这不是骗。5年前你就说你离婚了，你到现在都没离。要不是我一厢情愿的要嫁给你，你都不会跟你前妻发离婚协议书吧？我跟他分居7年了，7年了，我对他一点感情没有，离不离婚就是一张纸的事儿。我明白了。我对你还没有那张纸重要。你这是偷换概念。我偷换概念？我真应该感谢你这次生病，否则我永远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只要你们还没离婚，我就是第三者。你老婆和你女儿就会认为你离婚分割财产是因为国外有个小三要上位。我谢谢你啊，因为你，我活成了我自己最恨的那种人。我从来没想过要骗你，我其实一直都想离婚，只是我这边事儿太多，分不开身，我没有办法回国内去把手续给签了去，就这么简单。小雨啊，我跟他离了婚，把国内的财产给他们娘俩，然后咱们两个在这边就好好的过日子，不就好了？那遗嘱呢？遗嘱上清清楚楚写着，如果你因为任何原因死亡，你名下的所有财产90%留给你女儿，10%留给你太太。我没记错吧？那是以前立的呀，离了婚之后可以重新再立呀。我用青春陪了你5年。你生病了，我里里外外伺候你，照顾你，你拿我当什么了？护工啊，护工还需要按天计费呢，我呢，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三儿。你说什么呢？冷静点行吗？这次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也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但不管怎么说，我不可能故意这么对你，这点你很清楚，对吗？我就是太清楚了，文件上写的清清楚楚。我不是文盲，我看得懂。你太阴险了。随你这么想，随便。离婚的事是我不对。我总想着回头再说，反正早晚的事儿，我前妻也没意见。别，你们还没离婚呢，她就是你太太，不是你前妻。你有这么较真吗？我不该较真吗？不该！我差点就嫁给你了。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稍微冷静冷静。明天我去曼城出差3天，回来之后，咱们两个好好谈谈。我承诺你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小雨，我回来了啊。小雨。小雨。Sorry, subscriber desired is out of service. 喂，姐，你那边现在是凌晨吗？你这没睡呢还是起来了？哎，你们安排怎么样啦？我买哪天的机票啊？你买哪天票我就管不着了，反正我买的昨天的。啊，不是，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来北京看看我奶奶和我妹。小雨，奶奶，你怎么回来了？奶奶，真好，回来看看我就行，别瞎花钱。一点心意嘛。就是姥姥，她也该尽尽心意了吧？高端零食，您要不喜欢，我都拿走了啊！我拿走。休想，我喜欢。就是，奶奶这些您都留着哈。你都不在这儿呢吗？良品铺子谁嫌多呀？小雨，小的时候老是您给我们包盒的，今儿我给您包。好，谢谢。
呀，谢谢奶奶。借花献佛的您，那怎么这样啊？小雨，你研究生毕业到现在，一直没有一个正式工作呀？其实也没什么正式不正式之分，那都是临时工。就连公务员都是走合同制的，说辞职就辞职。那边节奏特别慢，所以人在那儿待久了就很容易涣散。那可不行，你们年轻人不能像我们这样的岁数的人这样老待着。是。我想先不回去了，然后先在您这儿住一阵儿，等我找着合适的工作和房子，我就搬出去住。您看行不行啊？行啊，不过话要说在前头，你不能住太久。我一个人在这住久了，多一个人就别别扭扭的。好。姥姥，我也爱吃您做的糖醋排骨，都跟您说好几回了，也不见您给我做一回了。那多少年没吃了？刚才我冷不丁看见小雨，差一点都没认出来。我姐还真是越长越好看嘞，不像你，越长越回性。姥姥，我这就第二眼美女了。我说你怎么老活不了呢？人导演看中都是第一眼美女。哼，你那是第一眼美女，可不往正道上走啊！什么是正道啊？你那是正道啊？我这当然是正道了。我一不偷二不抢，热爱祖国热爱党，总比有些人还没找着道强吧？人生要是找不着方向，停止就是最大的进步。哎，本性难改。这好话还没说两句呢，就又杠上了。吃饭。从小我就被我姐打击，现在早已练就了百毒不侵之身。谁让你没出息了？上学那会儿，数学学到凡分就死机了。看看你现在演的都什么角色呀，连个中近景都混不上。我用电脑定格才能认出来那是你。25了，还在大群眼里混着呢，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这个人只要认定了方向，不但有前进的勇气，还有浑身上下使用不完的劲儿。你比我大4岁，谈谈你的成长业绩。是啊，小雨，我开了咖啡厅，经营不下去就关了。什么原因？哎，生意的事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说你这人能不能不要老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啊？人开店挣的都是辛苦钱，你那么护教，哪干得了起早贪黑的活？是，我起不了早，也熬不了夜。姐，我特佩服你，真的，从小到大始终如一的坚守着好吃懒做的优秀品德。你蹬鼻子上脸是吧？别呀，你这么漂亮的脸蛋，我哪舍得蹬啊？我还是清静吧。来，行了，吃饭。你们俩从小就这样，一见面就掐，大的处处拔尖儿，小的招猫递狗。小雨的嘴跟不上小雪的话，一急了就上手打。小雨跟猴子似的上蹿下跳，可是他属于那种撂场就忘的那类型。你这还没消气呢，他就追着屁股姐姐的就叫上了。啊，啥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记得了呀？你怎么这样啊你？你这脑子就是个大漏勺。是啊，漏下去的肯定都是没用的。游珊珊，是游珊珊吗？你5月14号飞拉萨。你呀，就那个。
那个是哪个？对，我思梦，真巧，你也住这附近啊？啊，没有，我就是经常到这儿来买东西。我一直想谢谢你，当时要不是你安慰我、开导我，我估计我早崩溃了。谢什么呀？别看咱俩年纪差不多，但明显你经历的事儿、遇到的坎儿没我多，我就趁机当把知心大姐姐了啊！你排我前头吧，你先结。别，这不合适，这后面排这么多人呢，我用卡结。啊。哎，不是说好的吗？哎呦，你就让我10%的份额嘛。谁的钱包？谁的钱包落这儿了？哎，我看一下，这好像是我朋友的，给我就行，谢谢啊。刘珊珊，刘珊珊，那我那个项目，我再让你一点不得了吗？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是不是丢东西了？这个是不是你的？哟，你也太马虎了，我都不知道我钱包丢了。你快看看少没少东西吧。不用看，要少了你就不会给我送回来了。谢了。上次你帮我，这次我帮你，咱俩就算礼尚往来了。你这会儿空吗？空啊。你肯定比我忙吧？看怎么说的这事儿啊，我有时1天8件事，有时3天1件事都没有。你不一样啊，你操持一个家还带俩孩子，你肯定一刻不得闲。真是理解万岁啊！哎，我是去拉萨赞助了一公益活动，你干嘛去了？别提了，我爸我妈非要自驾游去西藏。哦，这老两口够酷的呀！结果我妈一到拉萨就高反了，直接整医院里去了，给我急的呀！我说那赶紧买张机票飞过去吧。结果当天直飞的票都卖完了，我就买了咱们那趟从成都转机拉萨的。他俩没事吧？他俩没什么事儿啊，我差点没命了。真的，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你那天那怂样，真的，这2个眼睛都哭肿了。我怎么劝都不听，我说妹妹别哭了，听天由命吧。我也不想哭，主要当时我吓得我2腿直哆嗦，你知道吗？我还挺佩服你的，你是怎么做到临危不乱的呀？我这辈子该经历的都经历了，真要咔嘣一下没了，也没什么遗憾了，还不遭罪。18年后又是一条女汉子。对，你当时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听你说完这话以后，我心里放松多了。哎，到饭点了，一起吃个饭呗。我们家那洗衣机老出毛病，我下午约了人来修，我得回去等去。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我认识修洗衣机的，特别专业，保证一次给修好。哪家啊？你到时候推荐给我呗。你现在把你之前预约的给取消了，给我发个地址，我让他现在就过去。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跟我一块儿去？你不用上班啊？他不好意思这事儿，公司是我自己开的，没人要求我打卡呀。老板就是牛气。那我取消了啊。取。嘿嘿，哇塞，做什么呢？这么香！做了个你爱吃的红烧肉。哎呀，太好了！再烧一个茄子就吃饭。好嘞。哎，姥姥，姐呢？当卧佛呢。这个点还不起啊？半夜不睡，早上不起，中午12点，我把饭菜端上桌，他才爬起来。吃完饭，碗往水池子里一泡。您就别管，就当没看见，让他自个儿洗。等着他洗，池子里能长出海藻来。太过分了吧，这个人！您等等啊，我去给他薅起来。哎！哎呦，姥姥屋里屋外的忙活，你也真睡得着啊你？他岁数大了觉少，我这岁数不行，胡觉。那也别在他跟前挺尸啊，赶紧租房，搬出去。像点样子一室一厅，一个月租金5、6千，我连工作都没有，哪里应付得来呀，老妹儿？那你也不能把你的困难转嫁到老太太身上吧？啊！我姓戴，我是她亲孙女儿，走投无路的时候，理所应当应该投奔戴家呀。啊呸！哎，不是，你不是跟你爸断了父女关系吗？你爸跟他妈断了母子关系，你跟我讲讲，这个理所当然的理儿在哪儿呢？啊？哼，你这明显占不着便宜，眼红了吧？我眼红？我告诉你，好多事儿你估计都不知道吧？我刚开始也不知道，后来都是姥姥跟我说的，可精彩了。我初中毕业那会儿，因为是外地户口，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所以我就回深圳读了高中。后来我考上了中戏，毕业之后就留在北京。我妈的意思是让我住过来，这样可以陪着姥姥。结果你爸跟我妈一顿嚷嚷，硬说是因为我爸惦记着老太太的房子，所以让我过来占坑儿。当时差点没把我爸给气死。你就想吧，那时候你爸有多过分。他愤怒，他过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刚刚不是说你姓戴吗？他是他，我是我，他闹他的，我住我的。啊，这个时候你又跟他撇清血缘关系了啊？大小雨，我发现啊，你跟我舅舅还真挺像的呢。自私自利是出场时候的标配吧？你再说一遍。哪里有可悲的利己主义，哪里就会有悲壮的挺身而出。我再说100遍，戴小雨，你就是个自私自利、可悲的。戴小雨，你就是个自私自利、可悲的利己主义。戴小雨，你就是个我。再说一遍。人机男人是吧？鸡飞狗跳的，赶紧拿网课吃饭。姥姥说拿网课吃饭，起来。哇，好香啊！茄子，哇！姥姥快踹我！疼啊你们！我姥姥煮的酸辣汤就是比任何一家餐厅煮的都好喝耶。那就多吃多喝。
整天减肥，吃一口猫食，身体早晚都得垮了。奶奶别理他，我吃，我不减肥。你是不减肥，1天1顿。今天要不是小雪来，你这头顿又变成晚饭了。哎呀，奶奶，我这倒时差呢。你睡懒觉就说睡懒觉，拿时差当什么挡箭牌啊？就6个小时时差，至于吗你？至于，我困着呢。姥姥，他这是打算在您这儿赖一辈子呢，您可小心点儿吧，一定要把房契呀、金条啊、10斤重的大玉镯子都给藏好喽。说正经的，你现在倒时差，我不催你。可是你不能总在家待着，天天睡大觉，能睡出什么来？我倒是想啊，这不一步步来吗？那你也得先迈出这第一步呀，就你那狡辩。姥姥，晚上您掐他一顿伙食，我找个饭局堵他嘴。不去，懒得收拾。您看他呀，懒得收拾算什么理由？必须去，必须去。屋子有点乱，让你见笑了。这有孩子没办法，利索不了。哎，这地段这么大的房子，看来你老公挺能赚啊。还行吧，他是一家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收入还算说得过去。住这儿主要是为了孩子，不想离学校太远。修洗衣机的吧？你好，哎，你好，哪位是尤珊珊？我就是，哟，来的够快的哈，你们。哎，干嘛呀？这不是修理的吗？最好的修理方法就是换一新的。啊？我见过这个，这特贵，这是新款吧？对。哎呦，手边常用的东西必须用贵的，别不舍得花钱。我们家那也不便宜，那就是还不够贵。给您装哪儿啊？哎，你先去推进来。里边，放那儿吧，慢点啊。慢点啊。放这儿就行。谢谢。真行你，多少钱？你告诉我，我转给你。哎呦，你不用转给我，这是我送你的。你送我哪行啊？我哪能让你花钱？你真逗。哎，你这样就没劲了啊！你知道你帮我这个忙，帮我省了多长时间？2周，2周我能赚多少钱？你知道吗？能赚多少？我听听。反正比那台洗衣机多多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咱们俩虽然只见过2面，但咱俩算生死之交了，是不是？你要认我这个朋友，就别说了。特不好意思，不能让你。哎呦，你别磨叽了。哎，我现在快饿死了，你能先给我弄点吃的吗？吃的有，你等着啊。你真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啊。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当着老太太的面提这事儿了吧？那你现在还好吗？很难受吗？说不难受那肯定是假的，但也还好。我比我想象中的要坚强。我刚知道这事儿的时候，我觉得我肯定很长一段时间都以泪洗面。但我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必须要这么做。这么一想，反倒轻松很多。唯一觉得别扭的，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我的青春就这么白白浪费了，替自己感到不值。来，干嘛？宽厚的肩膀，借你依靠一下。你这跟宽厚有什么关系吗？哇，啊怎么的？你嫌弃我呀？那我给你找一个去。我谢谢你啊，有靠谱的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好心当成驴肝肺。哎呦，都是智能的，真是没有花钱的不是。你真是太好吃了，你这进步都可以当厨师了。那还不是天天练的。你要爱吃，随时欢迎你来我们家做饭啊。那我不得胖死啊！你够不够？不够，锅里还有呢，我再给你盛点。
够够的了，真的，我再吃就撑死了。我太久没有吃这么一大碗面了。哎，我还没问你呢，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呀？嗨，什么挣钱做什么呗，还跟我卖关子。真没有，我是做投资的，那什么挣钱我就投什么呗。我最近投了一公司，做云储存、云服务什么的。对，现在什么都是云，什么云养花啊、云撸猫啊、云配偶之类的。云配偶可赢了，哎，我们真没开展这项业务啊。那还是别开展了，容易踩线、涉黄。哎，你这人够逗的呀！哎，我觉得你跟我认识的一般的家庭主妇真不太一样。我刚看你那个书房那么多书，我严重怀疑你是被家庭耽误的知识分子。什么知识分子？我就是一本科，现在研究生都不敢说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哎，你什么学校毕业的？学什么的？北师大中文系，你呢？我外经贸大学经济系肄业。肄业？怎么还没读完啊？嗨，缺心眼儿呗。大一的时候一头扎进了爱情里，被那些文艺青年的酸文给带上歧途了。大二哭着喊着要结婚，大三怀孕，退学生孩子。啊？那你孩子都挺大了吧？12了。真没看出来，你也是个妈。那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什么也不做，整天游手好闲的。那你不得跟他翻车呀？嗨，这不是离了吗？你这信息量可真够大的。我就觉得我们俩就没准备好当丈夫和妻子，更没准备好为人父母。哎，我跟你说啊，自从我嫁到他们家以后，也奇了怪了，他妈处处防着我。然后跟别人说我怀孕就是为了拴住他儿子，因为我是外地人嘛，说在这种大城市得找到一靠山，我就为这事跟我婆婆这吵了好几次。那他史达明没有一次，就史达明是我前夫，没一次站在我这边的，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他们家的财政大权在他妈手里，他想花1分钱都得伸手管他妈要。后来有了孩子以后，我又坚持了2年吧。买一罐奶粉都得管他妈要钱，我真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提了离婚。那他就同意了？他不同意啊，但他妈同意。因为那时候啊，他妈就想给他介绍一女的，就是他妈单位领导的女儿，然后他妈就觉得说，哎呦，机会来了，然后赶紧就跟我说，哎呦，珊珊啊，我觉得你们俩真的不合适。我这儿子配不上你啊！你都什么人啊？然后还让他儿子给我一笔钱，我没要。那现在呢？你们还有来往吗？有啊，我以前一有时间就带我儿子出去玩玩啊。我现在正跟我儿子拜出国呢。那你恨你婆婆吗？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一提起我婆婆，我牙根都痒痒。但后来我听说一事儿。不恨。什么事儿啊？让你180度大转弯？我有一个朋友是护士，我生孩子的时候就在他们医院生的。他跟我说我怀孕难产导致心衰，然后让家属签字是保大人还保孩子的时候，我婆婆坚决的说保大人。我一听这事儿，我一下就哭了。再也恨不起来了。后来我这边的生意越做越好，我也没工作，也没心情去想以前的破事儿。你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平时自己写点网文什么的，你要是不介意，我能把你的故事写进去吗？哈，合着你勾着我聊了大半天，是给你自己收集素材呢？我是真觉得你这故事不错，万一要是发表了，我算你一个股份。哎，别，我知道你们写字都赚不了多少钱，分个块8毛的干不了啥。哎，要不这样，如果这个发表了，你就请我吃顿饭。那还叫事儿？你这么着吧，我老公晚上有应酬，你要没事儿，等我接完孩子，咱一块儿出去吃饭去。
我今天就把这顿请了，管他发表不发表呢。我真不是跟你客气，今儿我有事儿，我又要回趟公司，然后还要有一个局，回家换衣服。哎，不是，你要是晚上没事儿，你可以带着孩子跟我一起啊。那还是改天吧，孩子回来还得写作业呢。你也知道我这一天天的事儿比你多多了。行，那咱常联系，走了。反正你也认识门了，想来你就随时来啊。咱俩这缘分真的是没谁了。谢谢你的洗衣，我一会儿还是得把钱给你。再客气没劲了啊！拜拜，拜拜。哎，路上慢点，好。我是个顽皮的孩子，每天欢声笑语，梦想触手可及。那些听不懂的道理，和我没什么关系，不用害怕狂风暴雨。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说好了不走，一起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是分是合，是福是祸，难舍难得，南辕北辙。我终将是一个老人，每天都回忆着曾经的想祈祷一些时间能够再多陪伴着你们，可惜我已没有这个福分。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说好了一起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不离不念，不随我愿，难言难卷。北辙南辕。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